修炼速度宛如蜗牛爬杆，都这么久了，还没有打通一个窍穴。若无法打通会阴、尾闾、命门、夹击、大椎、玉枕、命门、印堂、膻中、关元这10个窍穴，就无法进行小周天搬运。照这个速度下去，起码要10天半个月才能完全打通，太慢了。为何五彩奇光还不出现？难道真的无望了吗？啊！出现了！第一个窍穴打通了，如今已经打通了3个窍穴，还差7个窍穴就能形成小周天，加快吸纳元气的速度，再运行上50个小周天，我就能进入气境中期了。上次五彩奇光出现，龟甲释放出的仙灵之气，足够我修炼1整夜。这一次，却只支撑了半个时辰，时间缩短了许多。枯木重生了。世间但凡能滋生灵性的物品，无非是2种结局，一种是随岁月增长，灵性不断增强，变得极为稀有；而另一种，则会因为某些危难而导致灵性逐渐泯灭，最终成为废品，无法挽救。这五彩奇光总共出现2次，对房间内的其他物件都毫无影响，偏偏对药性尽失的龟甲，还有几乎断绝生机的树根有所反应，而且仅仅一照就让它们恢复生机。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无法令它们完全恢复，但若是能持之以恒，说不定真能枯木逢春，让这些废品重获新生。换言之，如果五彩奇光真的能重新唤醒一件物品的灵性，那么除了能让那些失去作用的灵物重现生机外，是不是也能将一些枯死的灵花灵草救活，甚至也能令那些在大战中被摧毁或者历经岁月灵性逐渐磨灭的法宝法器重现威力？要知道，灵花一旦枯死，再高妙的灵液也难以将之救活，而法器一旦磨灭灵性，就会失去威力，再强大的炼器师都无法补救，只能将其回炉重炼，收回一些材料。如果我猜测为真，那将会是大机缘。只要掌握了重新恢复灵性的方法，就等于掌握了一条赚钱的黄金大道。不过，赚钱倒是次要的，若是能将一些稀有物件恢复，那才是真正的意义非凡。我记得镇狱王府中正好有一件因大战而损毁的法器，那镇狱王印曾是父王的成名法器，跟随父王南征北战数10年，然而却在一次妖魔大战中彻底毁坏，灵性消散。父王不舍得将它扔掉，更不愿意卖出去当废品回收，最后只能将它供在藏珍楼中，时不时还会拿出来擦拭观看。若我能将这镇狱王印恢复原状，重振雄风，父王一定会很欢喜。不过我必须偷偷进行此事，镇狱王印真正恢复灵性之前，绝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一旦失败，就成了天大的笑话。我绝不能给了父亲希望，又让他失望。还有，这五彩奇光的能量很不稳定，不能再随意动用了，必须得有所取舍。这树根目前不知作用，短期内没必要将五彩奇光浪费在它身上。明天我找个花盆将其种下，能活则活，活不成也没办法。如今的重点必须放在龟甲上，等拿到镇狱王印，就分一部分五彩奇光给镇狱王印，
毕竟现在修炼才是正途。世子殿下。 天翼弓是当年父王的一个名叫天翼的部下所使用的武器。后来，天翼为了保护父王，战死沙场，父王十分悲痛，在厚葬了他的尸体，重金抚勉了他的家人后，留下这把断裂的弓箭。明明很多东西已经失去了价值，却仍然因为各种意义而被摆放在这里。与其说他们是父王的珍藏，倒不如说是父王一生经历的见证。曾经威风凛凛的镇域王印，如今却灵光尽失，曾经的九品法器光辉不再。放心吧，我一定会将你修复，让你重回战场，再展雄风。子昂哥哥，你刚刚那个虎形拳打得好厉害啊！吴子昂，赵灵儿，父王原本出身自白象郡的一个小氏族武家，后来因为战绩卓越，被封为镇域王。从此武家也水涨船高，许多族亲拖家带口前来投奔。父王极重感情，向来来者不拒。很快王府就人满为患，父王只能遣散了一批人，还因此招来了大量族亲非议。这些年，见我父王常年在外征战，无心王府内务，便打着武姓族人的名义，把持着王府内的各种要职。起初母妃在的时候，多少还能压制住他们，后来母妃离世，他们就变得肆无忌惮了。哟，这不是我们的世子殿下吗？今天怎么有空来这藏针楼了？难不成是取走了什么好东西？与你无关。世子殿下好凶的哟！前段时间我已经求父亲开口，向叔父要了一个许诺，一旦我突破到念境，便可以来这藏针楼取一件护身灵器。我早已看中了其中的一件绿玉玄龟，今天就是来取它回去炼化。只是世子殿下刚从藏针楼走出来，定是取走了什么东西吧？你可别是因为听说堂哥我看中了这件绿玉玄龟，今天便故意跑来跟堂哥抢吧？都是一家人，世子殿下可不能如此小气。吴子昂才18岁，就已经突破了念境，确实是个天才。就算放在整个朝圣境，也能排得上号。他父亲武白象，仗着是我父王的亲兄弟，霸着王府总管的肥差，不但掌管府内钱粮收支，还拥有调动任命侍卫的权利。往日里，父王不在府内，他就鸠占鹊巢，成了镇域王府实际上的主人，在钱粮上动手脚，中饱私囊是常事。父王顾念兄弟之情，对他多番包容，他却不知悔改，仍旧阳奉阴违。如今凭借多年积攒的资源，踏入了武道第5境玄通境，更是无人敢惹。这个吴子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他爹王府大总管这些年来胡作非为。原来子昂堂哥已经突破到了念境，恭喜恭喜！不过我并未取走绿玉玄龟，子昂堂哥尽管放心。世子殿下莫着急，既然取的不是绿玉玄龟，何不拿出来让兄弟我瞧上一眼？哦，难道我苏雨取走自家藏真阁的一件物品，还要向你汇报？莫非你才是世子？世子殿下这是动怒了呀？何必呢？世子殿下可是姓苏，并非姓武。从某个方面来说，也许世子殿下还真不太像镇域王府世子呢。不如退位让贤，让堂哥来当吧。你当真
想做镇狱王府世子？糟糕，怎么就沉不住气，脱口而出了呢？世子殿下，何必动怒呢？而且子昂哥哥说的也对，他心心念念了那枚绿玉玄龟好久，好不容易突破念境，获得权限来取。这要是被世子殿下先取走了，那岂不是会大失所望？不如世子殿下就把您取到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瞧一眼，让大家彼此心里有个数，何乐而不为呢？赵灵儿，你是在教我做事吗？世子殿下，这说的哪里话？算了，只要我前往藏真楼一关，便知道你有没有拿走了绿玉玄龟。如果是，那我们俩没完。哼！灵儿，你父亲的天意宫，至今还躺在藏真楼里。我想你大概忘记了，是谁将你带回王府，视你如亲女？又是谁？在你被所有人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哈，其实子昂堂哥也没说错，这小子本就是那个罪妇所生，当年还差点连累王府遭到打压。如果不是王爷给他改名换姓，只怕早就死了，怎会有今日风光？我说呀，他死了更好，王府啊就可以由子昂堂哥继承。将来一定能够踏入神鬼界，继承王爷衣钵。他一个罪人之后，嘘，他还在那呢，小声点。怕什么？废物一个！哼，走。希望将来你们不要后悔说过此话。是时候了，能不能成就看今夜了。第4窍穴已通，必须再接再厉，冲破第5窍穴。不知镇狱王印的恢复效果如何？付出了那么多五彩奇光，都无法让王印恢复灵性，难道五彩奇光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恢复王印这等强大的法器？还是因为王印吸收的五彩奇光数量还不够？若是前者，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若是后者，只要持之以恒，他总有恢复之日。可究竟是哪一种呢？不妨多试几日，到时候自有分晓。我的小周天终于形成了，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便能正式踏入气境中期。啊？怎么可能？哎，怎会如此之重？难道这就是镇狱王印的灵威？原来之前真是吸收的五彩奇光数量不够。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这就代表镇狱王印
有望完全恢复。只要我不断给他喂食五彩奇光，过不了多久，这件九品法器便能重振神威，再返战场。父王若知道此事，定会非常高兴。猛虎下山！猛虎擒突！猛虎阵夜！子昂堂哥的实力越发高深莫测了，不愧是踏入了念境的天才。这符护灵拳，我就怎么修炼，都修炼不到子昂堂哥的地步，佩服佩服！哼，就凭你也配跟子昂堂哥相提并论？子昂堂哥的实力已经媲美王府中的一些武师了，而你才不过一个武者。是啊，利剑为武者，气剑为武士，念剑便能成为武师。以子昂堂哥这实力啊，都可以开馆收徒教化别人了，岂是我们凡夫俗子能及啊？各位，过誉了。子昂哥哥好厉害啊！灵儿妹妹也不错，你已经是气境巅峰，只要好好修炼，早也能踏入念境，追上我的脚步。到时候我便亲自去求父亲，让你也有机会进入藏珍楼中，寻一件上品灵器护身。真的吗？谢谢子昂哥哥。可我不是武家后人，藏珍楼能对我开放吗？那里面的灵器可都是王爷收集的珍宝，一般人没有资格踏入。怕什么？灵儿妹妹尽管放心便是。我父亲是王府总管，再加上王爷又不在王府，现在藏珍楼还不是我父亲说了算，有他开口，没人敢阻止。如果真能如此，那灵儿就感激不尽了。啊，客气，客气。看，那小子又来了。我看啊，今天晚上肯定是不会下雨了。你怎么知道？小王八都敢出来溜达了。这不是我们的世子殿下吗？世子殿下今天怎么有空跑到演武场来了？平日可是见不到世子殿下呀。让开！哼，大家都是武士子弟，世子殿下何必拒人千里之外呢？不如来切磋切磋，也让大家看看世子殿下最近有没有长进。听闻啊，世子殿下修行了6年，到现在还只是个历境后期，连气境都没有达到。你们这么做，不是以大欺小，不以欺负人吗？哎呀，世子殿下，听闻前段时间王爷回府，将镇族神功九阳融血功都传授给了你。这功法我等可是闻名已久，却始终难见得庐山真面目。不如今天我们在此切磋一番，也让大家长长见识，看看这九阳融血功的神奇之处。父亲传我九阳融血功的时候，并没有第3个人在场，他是如何知晓此事？又是谁泄露出去的？如果说能够窃听到此事的人，就是当时站在门外守卫的数名侍卫，难道是他们？没想到武白相的手竟然如此之长，
已经伸到父王的贴身仆从和侍卫身上，当真是野心昭然啊！没兴趣。世子殿下何必如此着急？不如堂哥跟你打个赌如何？只要你能接我3招，便欠你一个承诺。世子殿下，这是动心了？我知你才入历境，而我是念境。为了公平起见，只要能接我3招，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都算你胜。怎么样？哼，可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值得我跟你一赌？只要你敢赌，条件任你提，如何？想切磋也可以，但如果你输了，那名仆役归我。为什么他居然要一个男人？我想起来了，这个男孩是我前段时间途经幻虎山时救下的猎户之子，回来我就把他丢给了仆役总管调教，之后就再没留意过。今天倒是被你给点上了，你认真的？就这一个要求？不错。好，我答应了，请。既如此，那便开始吧。世子殿下，等下可别说我欺负你，只要你能接我3招，那小子便是你的了。来吧。好，那我就不客气了。不孝群灵！来得好！一个历境还想跟念境硬碰硬，简直找死！这撞一下，你小子还不得筋断骨折，起码要躺上半个月了。虽然不能直接杀了你，但也足以让你颜面全失，再无威信。这小子竟然踏入了气境了！啊？怎么会？那灵物诀可是上乘心法，他都修炼6年，却仍旧在历境徘徊。什么真羽王世子，我看就是一个废物。是啊，连历境巅峰都没有达到，这王爷的爵位以后由他来继承，那我们武家算是玩完喽。唉，苏雨资质太差，继续跟他亲近，恐怕早晚会牵连到我。子昂哥哥，喝水。灵儿妹妹可真贴心呢。吴子昂18岁入念境，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只有跟着这样的人，我才有未来。没想到苏雨竟然突破了气境，而且仅凭一击就击溃了吴子昂的猛虎之势。不过，就算你突破了气境又如何？这并不代表我选择错误。子昂哥哥可是念境高手，他只是一时大意才着了你的道。我相信他最后一定能赢。原来你已经偷偷突破了气境，就算你突破气境，一样于事无补。刚才是我大意了，接下来我就让你知道念境和气境的差距。哎！哎！晴天劈象掌，极限武技。啊！糟糕，是念力！吴子昂将武念覆盖在这只手掌上，限制了我的移动速度，这下难办了。
看来只能赌一把了。若我还是上仙的修为，这区区一掌根本不算什么。但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气境初期，